欢迎回到这个频道，我是小猪废皮。今天我们要来谈论一个引发社群热烈讨论的问题：以太坊 Ethereum 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 ETH 的价格表现一直低迷？而这是否意味着以太坊的未来堪忧？在今天的影片中，我们将深入探讨以太坊的各种挑战，以及它与其他区块链的竞争。在过去几年中，这个拥有3000亿美元市值的区块链平台经历了多次的升级与变革。然而，很多人开始质疑以太坊是否已经陷入了某种中年危机？比特币的价值稳步上升，而以太坊却似乎在某些层面上显得疲软。以太坊与比特币的比较一直是加密世界热门话题。比特币的定位相对简单，它被认为是价值储存的工具，类似于黄金；而以太坊则是全球最大的智能合约平台，被视为去中心化应用的基础架构。然而，从市值表现来看，比特币的市值高达1.2兆美元，而以太坊却仅仅位于3000亿美元左右。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让人不禁思考，为什么以太坊没有像比特币一样获得市场的巨大认可？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回答这些问题，并找出背后的原因。我们先来讲讲以太坊的市值重力效应。首先，我们要谈到的是所谓的重力效应，这是一个用来解释大型资产增长困难的理论。随着市值的增长，要维持同样的增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以太坊目前的市值大约是3000亿美元，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根据统计，全球只有30多个资产的市值超过这个数字，例如 Visa 和 Amazon 等大企业。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以太坊的市值会成为它增长的阻力？这是因为市场对于大型资产的期望往往更高，投资者希望看到的是更高的增长率和稳定的回报，而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产要实现10倍的增长，难度远远大于一个50亿美元的资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重力效应。越大的资产增长速度越慢，市场对它的期望也就越高。与此同时，比特币虽然也是一个巨大的资产，但它的整个价值主张就是价值储存。比特币不需要通过产品创新或应用生态系统来推动增长，它的存在意义本身就足以吸引投资者。相比之下，以太坊是一个功能性更强的区块链，它的增长需要依赖应用生态系统的发展，这让它的增长更加困难。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 Layer 2解决方案。Layer 2是一种技术，它试图解决以太坊主网 Layer 1上的可扩展性问题。理论上 ，Layer 2应该能够大幅提升以太坊的处理能力，降低交易费用，并减少拥堵。然而，现实中的情况却远比理论复杂。Layer 2的互操作性问题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不同的 Layer 2解决方案之间并不互通，这导致了以太坊生态系统内的割裂，而且以太坊将大量的执行工作外包给了 Layer 2，这进一步削弱了它本身的价值捕捉能力。根据加密投资公司 Multicoin Capital 共同创办人 Kyle Samani 的看法为，以太坊当前的路线图存在问题。他认为，随着 Layer 2团队的不断壮大，这些团队最终会与以太坊主网产生竞争，导致以太坊生态系统的内部分裂。这样的观点引发了许多人的担忧：以太坊是否正在丧失其核心优势？而 Layer 2的发展是否真的能够解决以太坊面临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另外，以太坊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价值捕捉的困境。简单来说，价值捕捉指的是一个系统能够将多少价值锁定在自己内部，而不是被外部系统或竞争对手所吸走。在这方面，加密资讯与研究平台 Bankless 创办人 Ryan Sean Adams 认为，去中心化是价值捕捉的关键。他支持以 Rollup 为中心的路线图，这是一种 Layer 2解决方案，它可以让以太坊保留其去中心化特性，同时提升交易性能。Rollup 的理念是让交易在 Layer 2上进行，但仍然依赖以太坊主网来提供最终的安全性。然而 Multicoin Capital 联合创始人 Kyle Samani 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以太坊应该更加关注构建一个无许可的金融系统，而不是过度强调去中心化。他认为以太坊在过度追求节点去中心化的同时，忽略了稳定币发行者和中心化交易所的重要性。这些机构在加密货币与传统金融间有着桥梁作用。如果这些机构在其他区块链上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那么以太坊的价值捕捉能力将进一步被削弱。这些观点的分歧反映了以太坊社群内部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看法。
究竟是应该优先保障去中心化，还是应该更加关注应用层面的发展？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以太坊的未来命运。最后，我们来看看以太坊与其竞争对手 Solana 的比较。Solana 这个区块链在过去几年中迅速崛起，它主打特点是超高的交易速度和极低的交易费用。相比之下，以太坊的交易速度较慢，交易费用也高得多，这让很多开发者和使用者转向了 Solana。Solana 的目标是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交易平台，它更注重使用者体验和无许可访问，这与以太坊重视去中心化和安全性的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以太坊在监管地位和人力资本占有一定优势，但其系统设计上的限制可能会阻碍这些优势的发挥。Kyle Samani 指出 ，Solana 更加灵活的设计，让它能够更快地应对市场变化，而以太坊的过度复杂性可能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那么，以太坊的未来会如何发展呢？ Ryan 和 Kyle 都认为，以太坊仍然拥有巨大的潜力，特别是在全球区块链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地位。然而 ，Kyle 强调，如果以太坊不能迅速解决其扩展性问题，并在价值捕捉机制上做出改进，未来的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加密世界中，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每个区块链平台的发展。以太坊是否能够再次引领潮流，或者会被竞争者赶超，将取决于它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喜欢请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吧，谢谢大家。